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来自安踏的 KT11克莱汤普森的第11代签名鞋，全掌 LTR 液态橡胶，中底全掌超临界，吊牌价699，将来正式发售之后的价格一定会更低。就光是这样的配置，我觉得就已经算是值回票价了。但是大面积的 TPU 包围加上比较扎实的鞋面用料，就注定了这一双鞋它的重量不会太轻。单只42.5码的重量在400克左右。如果你对于球鞋的重量非常在意，那它一定不会是你的菜。但是它的整体重量配比做的确实还不错，穿在脚上并不会有脱脚的感觉，实际的体感重量也并不重，绝对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基础配置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也看看这一双鞋究竟会更加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Let's go！LTR 液态橡胶的使用保证了它的抓地表现，不管什么场地，不管是不是有灰尘，它的外底止滑效果都非常出色。而且这一次的 KT11使用了相对比较传统的大幅度人字纹，纹路之间的空隙也控制的比较合理，它的抓地会比我之前穿过的那些同样搭载 LTR 的篮球鞋都要更出色一点。只要不是特别拉胯的场地，穿这一双鞋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LTR 最大的一个缺点，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它的耐用性，耐磨真的算不上出色。打外场的兄弟们尽量就不用去考虑了，好吧？这一双鞋我只推荐大家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抗扭一直都是 KT 系列的强项，之前几代甚至会有因为强度过高而导致灵活性下降的问题，而这一代它并没有使用任何的前掌板材，只在足弓位置处放置了一块硬度不错的 TPU， 加强了中段的抗扭表现，而后跟处的大面积 TPU 则很好的加强了整一个中后段的强度，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整体鞋型都能保持得非常出色，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在防守受到对抗时，后跟也能很好的顶住我们所受到的力。这一双鞋你穿着就放心去上强度就行，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而这一次的 KT11， 我觉得它提升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灵活性，全弧形的外底造型加上没有任何的前插板材，前掌的弯折非常的轻松，不管是正常跑动、变向，亦或者是做一些交叉步动作，中底的表现都非常自如，非常跟脚。中底与双脚之间的贴合度非常高，不管做什么动作，中底都能跟双脚牢牢的贴合住，是近几代 KT 的签名鞋里面最适合多脚步球员的一双。全弧形的外底造型就注定了它的防侧翻不会特别出色，它主打的就是灵活，所以对于大家的脚踝力量会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你的脚踝力量比较薄弱，那我建议你还是可以更多的去考虑一下那些带有传统防侧翻脚的篮球鞋，好吧？当然它的稳定性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外底的面积足够宽大，而且中底的重心也比较适中，穿在脚上并不会有不放心的感觉，在做动作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非常安心。而且中底的立线也非常正，担心立线问题的兄弟们放心选择就行，好吧？OK， 基础性能差不多就是这样，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不管是抓地强度还是稳定性都没有任何问题。想要拿来上强度、打比赛，亦或者是养生局，它都能做到游刃有余。不管是正儿八经的比赛还是散步局它都能够兼容。那它究竟好不好穿，以及它究竟会更加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我们就来看看它在风格化的处理方面做得怎么样。在脚型适配方面，这一次的 KT11 用的依旧是一个正常略微偏宽的鞋楦，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非常广，而且它的鞋面压得并不低，高脚背的兄弟也可以做到适配。合适的内部填充加上舒适的鞋楦，整一个给到我的感受就是2个字：舒服。不过有一点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下，就是在系鞋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穿过它最后面的这一对鞋带孔，好吧？如果你的脚比较宽，或者你的脚背比较高，可能鞋带的长度没有办法满足你们去穿过所有的鞋带孔，那我们就直接跳过它最后第2组鞋带孔，直接去穿这最后一组鞋带孔就行，好吧？只要穿过了最后一组鞋带孔，它中后段的包裹锁定就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不过因为整一个系带系统的位置略微有那么一点点靠后，所以通过调整鞋带很难调节前掌的包裹锁定，对于窄脚的兄弟们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在做一些对抗蹬地或者是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会出现一定的位移，但是中后段的锁定
真的非常出色，完全不会有任何掉跟或者是定胶质的情况出现，而且出色的后跟锁定让整一双鞋的鞋脚一体性得到了大幅度的加强。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后跟都能很好的贴合住我们的双脚，加上出色的强度，做任何动作都游刃有余。非常棒，当然啊，它的鞋面强度也同样非常出色，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穿上它你就放心去造就行。在打球的时候啊，你可以完全把自己交给脚底下的篮球鞋。KT11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支撑以及抗扭，完全不逊色于之前几代，穿上它你就大胆的去做动作就好了，好吧？而它的中底这一代啊，真的可以算得上是有点颠覆的。之前几代 KT 的签名鞋都在堆料。前叉的碳板啊，各种牛逼的缓震科技啊，现在聊起 KT 这一个系列，大家都会说，是一个不错的内线鞋，或者说是锋线鞋。但是人代言人可是个3D 啊，不管是跑动投射还是防守横移，都特别的重要，对吧？当然啊，对于汤普森这样的 NBA 球员来说，穿什么鞋并不重要，对吧？但是对于以他为模板的球员们，如果选择了之前的几代，体验肯定不会太好，而这一代则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了前叉的板材，弯折非常轻松，再加上它出色的鞋脚一体性，不管是防守横移，还是在进攻中做一些比较大幅度的动作，球鞋都不会产生任何的阻滞，它能一直贴合着我们的双脚。非常棒，而且在此基础上，它前几代身上的一些优点，在这一代身上依旧得到了保留。首先就是出色的缓震，全掌的氮气啊，虽然说不上是踏子家最顶尖的缓震科技，但是实际的使用效果还是非常出色的。中底的缓震效果一如既往的优秀，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时，也不会有明显的震脚感。前掌的反应性也非常不错，在发力蹬地的时候，前掌也能提供给我们不错的力反馈，或者说是推进感，但是啊，它依旧不是薄底快靴那一挂的。中底的重心比较适中，而且脚感也还不错。在做到反应性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保证了它的整体脚感，不仅舒适，而且还不会觉得肉，真的非常棒。它的中底啊，在我体验下来就是非常均衡，而且各方面都照顾到位的这么一套中底，不管是反应性、缓震、脚感、灵活度各个方面都能满足我的需求，而且它还有着出色的中底过渡，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它的中底力传导都特别丝滑，不会有任何断层的感觉。当然啊，毕竟它的定位还是更加偏向于射手多一些，所以它的整一个中底的调性还是会更加偏向于温顺，没有那些主打跑跳的鞋款来的那么的激进。虽然对于运动表现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加成，但是特别好驾驭，特别的舒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它的中底啊，给到我的感觉的话，我觉得温润这一个词再合适不过了。至于这种温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体验，那可能只有当你自己穿上这一双鞋去打球的时候，才能真正懂我的意思。KT11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级，较广的脚型适配，出色的舒适度，较低的驾驭门槛，再加上它实惠的价格，都注定了这一双鞋会是一双每个人都可以去进行选择的口粮鞋。而且这一代它确实在风格倾向上会比前几代更加容易让大家接受，这一代更加注重灵活性，更加注重中底过渡，同时还有着非常拔群的鞋脚一体性。与此同时，它还保留了之前几代身上高强度、高舒适度以及高缓震极限的这几个优点。只要你对于重量并不是特别在意，当然啊，它上脚之后的体感重量也确实真的不重。然后，如果你是打法相对来说更加偏向于外线的，那这一双鞋你就一定会喜欢。倒不是说你穿上这一双鞋会有多惊艳的实战体验，但是它给到我们的感觉就是那种特别温润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来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